大家好啊，我是志清，今天来点大家想看的东西。OK 啊，时隔24年，哥们儿也是成功长出了摄像头，迎接光荣进化了。现在就让我们好好探索一下《地球 Online》这款史诗大作吧。先看一眼状态栏，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一晴，还算风和日丽。好不容易等到晴天，前些日子天气都很糟糕，甚至还下雪了，不是很正常啊。所以趁着今天天气不错，我们来过一下主线任务。作为刚出新手村的菜鸡，我们一开始肯定还是要找个工会当黑奴开荒的。不过由于我账号创建时间比较早，新手保护期已经过期1年了，所以迟迟找不到工会。好在地球 Online 有保底机制，那就是被称为金3银4的牛马期，招人的工会会增加一些。那么让我们去碰碰运气吧。跳过无聊的赶路期，也是成功到咱们第一个等公交的地方了。是的，我们今天依旧采用最经济和传统的位移方法，那就是走路加公交。那辆绿色的应该就是我要坐的公交，实际上已经坐过很多回了。我们已经顺利搭乘上这个名为公交的载具了。后排靠窗，王的故乡，顺便带你们感受一下河北公交的洗脑播报。当您遇到老人、带小孩和行动不便的乘客上车后，请把座位让给他们，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趁着漫长的传送时间，我们也不要闲着，最好提前规划和确认一下路线。此时就要充分发挥我们地图系统的优势了。这里我用的是高德地图，可以看到，当我们在搜索栏输入目的地，再选择出行方式，系统就会自动选出很多方案，对比选出最适合的就 OK 了，还是很方便的。可以看到我这次去的工会距离我的存档点还是比较远的，单程需要2个多小时，转2趟车以及暴走3公里才能到达。不过无所谓，我们牛马有的是体力，第一趟车速度还是很快的。主要是因为我出门前已经用另一个神奇预知系统预测了公交的发车时间，所以没有在等车上花费太多时间。一方面为了准时参加面试，另一方面考虑到返程需要同等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一刻也不能耽搁。让我们快速移动到下一个换乘点吧。哎，刚过去那辆好像就是我要坐的车，104或者是105。刚过去那辆是105啊，这边有104，我就等104吧。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始发站的方向。做反了就直接 game over 了。我之前就没少吃过这亏。左边就是王公子的产业万达广场了，但一直没什么人气，原因邢台人懂的都懂，也不知道王公子今天在哪里，岁月静好。不过这不是我们这种小牛马要考虑的，牛马只需要负重前行，外加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就足够了。这趟车比上一趟时间要长一些，为了不那么无聊，我们一边准备一下待会面试的说辞，一边车载音响。我超夹。伞兵1号至清，安全着陆。
现在是下午的1点20分，足足坐了1个半小时的车，好悬没给我屁股坐成2半。我去，史丹利 vs 金克拉，罢了，还是抓紧赶路吧，离约定时间只剩半个小时了。然而我们还有2.6公里的路要走，接下来才是考验体力和耐力的时候。这就是北方小县城的魔幻之处了，说它繁华吧，左边是放着大喇叭的一排排平房，说它荒僻吧，右边甚至有一大栋火锅酒店，就是不知道生意怎么样。反正现在除了我之外，街上并没有什么人，也有可能是我来的时间不对。哎，18弯呢，已经转了2、3个弯了，走了有2公里了，前面应该是最后一个弯，再走1公里就到了。哎呦你大爷的，这给我干哪来了？这还是国内吗？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型企业都挪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了，真的让我一顿好找。到了，也就比西天取经简单那么一点吧。不过考虑到后面还要原路返回再经历一次，我现在就想死一死。可是我们的新手任务才刚开始，后面的主线剧情还没过就要折在加载中，那是最接受不了的。来都来了，奥利给，干了兄弟们！跟随 HR 的指引，我一个滑铲就来到了工会大厅，还是比较气派的，就是有点阴冷。没想到这里的 HR 还兼任前台，还是说前台兼任的 HR？ 不管了，还是先例行公事，装模作样的填一下表格。这里是一个做食品的企业，所以填表格的时候注意一下企业的性质和职位的要求，有选择的把自己信息写上去。知识点切记不要什么都往上写，以往工作经验不是越多越好，写相关经验技能就好。我们还可以适当夸大一下自己的经验技能，毕竟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还有就是自己隐私的保护，这个凭感觉。如果觉得是正经公司、世界500强之类的大企业，就大概率没什么问题。如果是一般私企，但看起来还算正常，那么手机号、身份证号什么的自己判断要不要写。还有就是亲属的那栏，不写也不会怎么样。当然你父母要是什么领导干部，那尽可大胆写上去。不过如果是真的天龙人，那怎么会来找工作呢？天龙人可能会去找工作，但天龙人去找工作又不太可能。这些写在纸上的东西，说实话没那么重要。面试侧重点在于面，在于你和面试官的直接交流，纸面数据只是参考。例如某些东西虽然键盘值拉满，但终究华而不实一样。表格简历少写点不会影响什么。如果真的因为这个被 pass 掉，那一眼定真，鉴定为纯纯的垃圾工会。完了，怕什么来什么。这边刚放下笔，就又来一个穿黑衣服的老哥，貌似和我面试同一岗位的。不会吧，不会吧，现在这么基础的一个岗位都要卷起来吗？那种事情不要啊。又过了40分钟，这里领导回来了，于是就到惊险刺激的办公室铁男1v1环节了。由于这段素材缺失，只能由我口述，然后你们脑补了。但说实话，这次体验很糟糕，办公室的走廊正在装修现场，很杂乱，准备的自我介绍完全没用上。这个主管好像很忙的样子，进办公室后依旧等他打了10分钟电话才正式开始，很敷衍的互相问了几个问题，就让我回去静候佳音了。我还是比较诚实的，因为同类工作说实话我并没有接触过，但根据描述我认为自己是力所能及的，所以也没有遮遮掩掩。但看另一个老哥像有备而来的样子，所以坦诚不公的下一刻我就大感不妙。哎，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现在只能祈祷了，时候不早了，让我们按兵回城吧。2000 years later， 不出所料，欢声笑语打出寂寂。至今我这次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赶路5小时，面试10分钟，痛，太痛了。我好不容易找一次工作，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操！可惜情已不被此刻，比起深爱过同